皇上，妾身失忆，皇上恕罪。爱妃有何不是？许氏昨夜受了凉，妾身……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惠嫔娘娘有喜了，喜脉稳健。赏！今日在场所有人皆有重赏。谢皇上。走。朕即刻下旨，册封你为惠妃。皇上，树大招风，妾身害怕，像端妃娘娘那样，保不住这个孩子。不，别胡思乱想。你和端妃不同，你不仅是朕皇长子的生母，更是朕心目中最合适的中宫人选。朕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到伤害。臣妾从未妄想过这些，只求能平安守护腹中胎儿，无愧圣心。恭喜贵妃娘娘，妾身方才听闻蓝大将军平定西南乱匪，又立大功。大将军已班师回朝，待立功行赏之日，娘娘必定再次复宠。此事本宫早已得知，哥哥向来骁勇，得胜不过是常事。娘娘既早知喜讯，该高兴才是，为何如此闷闷不乐？昔年皇上与本宫两情相悦，恩爱非常，可如今因端妃之死，对本宫恼怒至今。虽以后还能重回圣宠，这份情谊也怕是淡了。妾身斗胆一言，皇上冷淡娘娘，怕并不是真因端妃。此话怎讲？端妃从未有过圣宠，她的那些宠妃待遇都是在她怀有龙嗣之后才有的。皇上重视她，怕并非因为她这个人，而是因为她腹中的那位小皇子。皇上本就薄情，可却偏看重子嗣。可如今后宫多年无出，皇嗣稀薄。正是如此，娘娘您与皇上原本就有情谊，如今只需再得一子，皇上自会旧情复燃，与您重温。哪有说的那么容易？本宫圣宠多年，却从未有孕。太医院民间良医看了个遍，都说本宫无恙，可就偏偏迟迟不见动静。什么？惠嫔怀孕了？皇上昨日忽然将自己身边2名大监赐给了惠嫔，刚刚太后特地派了2个忠心耿耿的老嬷嬷去了惠嫔宫里，想必消息是真的。她不过是个入宫不到1年、身份低贱的秀女，她凭什么？皇上当初连端妃都未如此紧张，如今却把她护得如临深渊。这是在防谁？是在防本宫吗？娘娘息怒，端妃出身世家，太后不好插手她内宫用人，而惠嫔出身平凡，
正好让皇上与太后插得了手，这才给他换了这一圈的人，算不得胜券多深，不过是他捡了个空子罢了。是啊，娘娘您不必动气，不过是刚怀上而已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站住！德嫔娘娘并未传你，你拿着食盒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我今日做的新糕点，想着娘娘素来喜甜，便来给娘娘送些。德嫔娘娘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想不想见，还得是娘娘决定。劳烦两位姐姐通报一声。还想让我们俩给你通传？哼，我们俩今天在这儿，你就休想踏进这里一步。你说你们两个既坏又蠢，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命不久矣。我要是你们两个呀，肯定找个由头调离此处，说不定还能保一条命。你竟敢咒我们！叶锦姑娘来了，春桃姐姐，可巧我们娘娘正念叨着您呢，快请进。让开！奴婢见过娘娘。听说你是来送点心的，怎么不怕本宫为难你？今日这份点心不仅是吃食，还是药，能治娘娘的心病。心病？本宫有何心病？这道点心名叫虔诚，不知娘娘是否有兴趣它的做法？有趣。一个小小的宫女也想教本宫虔诚？娘娘，您容貌美，家世好，并不屑于后宫争宠。奴婢确实佩服您的高洁，但这并不是后宫生存之道。前几日的流言蜚语，想必娘娘也已清楚。若非太后的雷霆手段，想必娘娘和您娘家的名声早已践踏至泥地了吧？那你认为本宫该怎么做？娘娘要想在后宫过得舒心，必须得有地位和权势，而这两样只有皇上才能够给您。争宠不一定要侍寝，若是娘娘能够利用自身优势，说不定有别样方式可走。本宫的优势？皇上，德嫔今日前来，可有要事？臣妾想请皇上去试菜。试菜？皇上是知道臣妾的，臣妾喜欢吃，也喜欢研究一些点心菜式。臣妾自从入宫侍奉皇上，就一直想根据皇上的口味研究一些新菜式。臣妾研究了许久，如今总算是小有所成，所以今日特请皇上来我宫里验证成果。德嫔可真是良苦用心呢。臣妾入宫就是来伺候皇上的。走吧，朕正好有些饿。四喜公公刚差人来告诉娘娘，皇上今儿不过来用早膳了，说是去了德嫔那里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娘娘，奴婢听说是叶瑾给德嫔出的主意，让德嫔以美食去讨好皇上争宠，枉我们主仆一直把她当做自己人，没成想她现在为了权势，竟转头就去投靠了德嫔。此话是从何处听的？奴婢一个同乡姐妹，是德嫔宫里的洒扫宫女，是她告诉奴婢的。
他为人老实可靠，绝不会胡编乱造。叶瑾近来确实跟德嫔娘娘走得极近。我相信叶瑾不会背叛我，这些话此后莫要再提。是。太后，这是今年的新茶。哦，新茶，嗯，我来试试。不错啊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皇额娘近来身体可还安好？托你14弟的福，老太婆这身体已然大好。皇儿，你这是刚下朝，不去御书房批折子，又闲心来哀家这儿。朕想向皇额娘请个主意。你这亲政多年，什么事还需要哀家帮你拿主意？朕想加封德嫔为德妃，只是她入宫时日尚浅，晋升太快恐有不妥。朕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先向皇额娘请个主意较为妥当。你往日不是素不喜德嫔，怎么才没几日便转了心意啊？朕与德嫔并无情谊，只是她聪慧果决知进退，是个可用之人。后宫无贤德之主，不能一人独当。惠嫔和她腹中的孩子，不能再步端妃的后尘。是啊，其实当时让德嫔入宫，也是为了牵制兰贵妃。如今既然她想通了，哀家也乐见其成，愿意给她个体面。不过兰大将军即将凯旋回京，他可是大功臣，兰贵妃的禁足也就解了吧。朕正有此意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德嫔同家事，选宫之初，奉承先命，克贤于礼，弥谢于情，柔嘉忠节，德韵温柔，特进德嫔为德妃，钦此。奴才恭喜德妃娘娘。恭喜娘娘！奴婢恭喜德妃娘娘得偿所愿。起来吧。谢德妃娘娘。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若不是你向本宫献计，本宫怎会想到不必侍寝，不必曲意逢迎，单凭一顿饭竟能打动皇上封妃？若是说出去，怕是没人信。正所谓存在即合理，皇上需要娘娘。你处心积虑助我，是想从本宫这里求什么？你我之间可还有旧账没有算清呢。娘娘，奴婢从未把您当作敌人，在奴婢眼里，娘娘不过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女子而已。相反，奴婢反而佩服娘娘的敢爱敢恨。佩服本宫？你抢了本宫的心上人，如今却说什么佩服？你可真会说话。娘娘既入宫，自是背负家族期许。如今封妃是一时风光，宫中局势诡谲，后宫非战场，却胜似战场。娘娘强敌环伺，内忧外患，实在是不必把心思放在奴婢这个卑微之人身上。更何况，奴婢是娘娘的助力，而非阻力。你果然不是俗物。本宫输在你手上，倒也算不得太辱没。你看这块多好看啊！你看这个，这个也特别好看，对吧？给德妃娘娘请安。各位妹妹快请起，都是自家姐妹，何必多礼？
今日阳光正好，花开的也旺。既然大家都在，不如一道赏赏这满园春色。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呢。能与娘娘同游，是我们的福气。他才入宫多久，就成了妃？可他终究越不过娘娘。从前端妃也是妃位，怀了皇嗣便能压本宫一头。如今这个德妃年纪轻，家世好，美貌更胜端妃，还比她聪明100倍。日后若让她诞下皇子，本宫还有何胜算？娘娘别说丧气话，大将军就快回京了，他最疼娘娘了，定会为娘娘想办法。皇上近日对兄长多有不满，后宫之事又何必再牵扯兄长？妾有一连环计，可助娘娘扳回这一局。翠微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贵妃娘娘想吃你做的点心了。贵妃娘娘想吃什么，我这就去给她做。我们娘娘嘴巴挑，想吃新鲜的。叶锦姑娘，不如去我们宫的小厨房做。好，请吧。王爷，回来了。今晚兰贵妃找你何事？没事，我先回房了。等一下，看你的表情，就知道一定有事儿。为何你不试着信任本王呢？给太后娘娘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惠嫔的身子日渐沉重，就不要来慈宁宫请安了。谢太后娘娘体恤，不过太医说臣妾需每日多走动，臣妾不妨事。每日多走动，可以去御花园走走，不要往热闹处凑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罢了，今日请过安了，便都散了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嫔妾要揭发惠嫔杀害秀女秋玉之事。你说什么？1年前选秀女秋玉暴毙房中，那时都以为凶手是宫女叶锦，后来叶锦洗脱冤屈，但真正的凶手始终未查清。如今嫔妾手中有物证，足可指认当年真正的凶手，此人正是惠嫔。这后宫刚清静几日，你又再起风波。萧贵人，你要知道，你若拿不出真凭实据，以下犯上之罪，你可担得起？嫔妾有证据，证据就是这朵珠花。这的确是惠嫔的珠花，惠嫔选秀之前日日都带着它。秋玉死时，验尸官言她指尖血痕重重，显示死时死死抓住某物，但那时并未找到此物。后来，臣妾在她头七之日过去祭奠，无意之间便在床榻夹缝之中找到了这支珠钗。近日才知，这是惠嫔以前常戴的发饰。你若无旁证，仅凭此物，岂能与人定罪？太后，
臣妾愿做人证。那日秋玉遇害，惠嫔却曾外出，回来时神色惊慌。既如此，当年你为何不说？当日臣妾虽疑窦重重，却因初入宫门不敢多言。如今实在夜不能寐，梦魇缠身，才决定说出实情。惠嫔，你如何说？回太后娘娘，嫔妾没有杀人。你们觉得呢？如太后所言，此案久远，且人证物证皆存疑，臣妾不敢妄断，但只觉应谨慎为上。臣妾觉得此案应该彻查到底。彻查？若太后信任臣妾，不如将此案交给臣妾来审理，臣妾定会给太后一个交代。臣妾愿协助德妃审理此案。那再好不过了。除了惠嫔和柳答应，其他秀女皆有不在场证明。惠嫔，你好好想想，可有事发时你在别处的人证？回贵妃娘娘的话，嫔妾没有。那就是说，秋玉之死，你无可辩驳。嫔妾还是那句话，嫔妾没有杀人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又拿什么自证清白？即使所有证据都指向惠嫔，也未必说明惠嫔就是杀人凶手。奴婢见过贵妃娘娘、德妃娘娘。起来吧，谢娘娘。储秀宫除了在座的各位小主，还有很多宫女和太监。此案若要重审，当年那些宫女和太监全部都要重新问话，更何况今日现场的小主们口供未必可信，谁能保证他们没有做伪证呢？叶瑾，你在说什么？奴婢今日也有一份物件，想要呈给大家看一看。当年秋玉遇害，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人。这个就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。若按这个逻辑找凶手，那奴婢认为发钗的主人便是凶手。这发钗不是柳答应的吗？柳答应，你既无不在场证明，对此你作何解释？嫔妾当时在房间里睡觉。有人证吗？皇上驾到！众爱妃平身。谢皇上。荒唐！一场陈年旧案，没有证据就被翻腾出来，搅得后宫不得安宁。皇上救命！是柳答应以家父家母的生命为威胁，让臣妾诬告惠嫔。嫔妾没有，那中花便是你给嫔妾的。今日的诬告之计，也是你让嫔妾说的。是萧贵人诬陷我，嫔妾真的没有。一查便知。来人，将柳答应拖去慎刑司。若诬告属实，杖毙。救我啊，娘娘！是你让我……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他给本宫杖毙！来人，带走！娘娘，嫔妾都是为了你呀！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来人，赵太医。这。
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确实是柳梅指使的，但以他那个脑子，他想不到如此周全的计划。十四爷替我查过了，这背后还有一个人，是云溪。云溪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因为嫉妒，同时也可以讨好他们的主子兰贵妃。这一招实在狠毒。虽说时日已久，证据不足，很难定我的罪，但正因证据不足，我也很难洗脱嫌疑。没错，姐姐如今怀有皇子，又有皇上宠爱，这事确实要不了你的命。但杀人嫌疑4个字扣在你头上，便是你一生的污点。以后你在后宫的位分也很难晋升了。来日即便诞下皇子，也未必能养在膝下。如此，兰贵妃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你这个心腹之患，还真是歹毒。今日多亏了妹妹替我破局，否则我早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你我之间何必说如此生分的话？今日之事，你正好借由受到惊吓而告病，关上门来好好养胎。如今德妃上位，兰贵妃有了新的对手，暂时不会只盯着你了。可我这肚子还有几个月便要临盆，万一他趁我临盆的时候动手脚，叶姬妹妹，我好害怕。到时候你会在我身边，你会陪着我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肯定会陪着你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在你身边。妹妹的恩情，我记一辈子。好啦，我们先回宫去。贵妃她无碍吧？皇上，贵妃娘娘这是喜脉呀！什么喜脉？娘娘她有喜了。皇额娘，怎么了？贵妃她有孕了。哦，贵妃头些年伤了身子，这些年肚子一直没能有动静，怎么突然有孕了？是不是诊错了？郑太医和张太医皆为妇科圣手，他们都为贵妃号过脉，不可能出错。那贵妃这一胎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理？既然来了，便是朕的骨肉，朕希望她能平安出世。皇上长大了，既然有了决定，就妥善安排吧。那儿臣便先告退了。皇上，额娘有何事吩咐？陪哀家用顿膳吧。咱们娘俩很久没有坐到一起，好好谈谈了。听说西南边陲有些官员横征暴敛，以致苗民揭竿而起，已经攻占了多地。额娘消息灵通。你连日来召集大臣议事，这么大动静，额娘怎能不知？额娘年纪大了，有些年不问政事，但这么大的事，你应该向额娘知会一声。额娘如今应该安养天年，儿臣若时不时拿政事来烦扰额娘，岂不是不孝？兰贵妃兄长曾驻守过西南，和苗疆打过交道。照理说，平叛之事由他带兵最为妥当。只是自他入京以来，
一直称疾在身，闭门不出。朕屡次召见，他皆推辞不应。难道本朝再无可用之将？这些年，蓝氏父子权倾朝野，朝中诸多武将皆是贵妃派系。如今仓促动兵，一时之间，恐怕很难和蓝氏撇清关系。那就用你14弟当年平定西南，老14也在军中，也跟苗民打过交道。他是你亲弟弟，对你忠心耿耿。若由他挂帅，岂不最为稳妥？小说里的14，不正是命丧西南吗？太后娘娘，这是奴婢亲手熬制的养神汤。听说您最近夜不能寐，这碗汤最是安神，喝完能睡个好觉。还是你这丫头啊，最为贴心。您尝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听闻西南起战事，太后娘娘意欲让14爷出征。你是在担心老14呀？奴婢心中不安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建功立业。再说他又不是独自去犯险，那么多人护着呢。其实奴婢担心的，并非疆场之险。哦，你说说看。奴婢有一旧闻，说给太后娘娘听。好。昔年，周朝有一位国公，名曰郑庄公。其生母姜氏偏爱幼子公叔段，对郑庄公百般冷淡，甚至图谋废长立幼。庄公表面容忍，实则暗中设局，终将弟弟置于死地，亦将生母姜氏幽禁于台上10余年。世人只叹是兄弟阋墙，母子决裂，但这祸根就是那一场偏爱与干政。你将哀家比那姜氏。太后娘娘，只是太后若怜惜14爷，应护他清静远离朝政，而并非将他推入这漩涡之中。放肆！胆敢妄议朝政，来人！太后恕罪，只是奴婢所言句句发自肺腑，还望太后明察。瑞珠，带他去经堂，好好抄经，好好反省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额娘，叶瑾定是无心冒犯，还求皇额娘宽恕。他不是无心，他是心太多了。额娘，你要是还想再见到他，就不要再替他求情。这孩子的性子得好好磨一磨，否则这般莽撞，哀家可不放心他在你身边伺候。萧贵人能改变命运，王爷一定也可以的。但到底是想个什么办法能阻止他去西南呢？王爷，叶简，你到底跟太后说了什么？为何她这次会如此震怒？我不过是跟他讲了郑庄公的故事。你为何？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命运，王爷，你听我说。叶简，你若去西南，必死无疑。叶简，叶简，你坐，你坐。
那个梦早有预示。叶姐，你没事吧？贵将军已抵达西南，他自幼在西南成长，对此地的地形风俗了如指掌。他所率领的云南精兵擅长于山地作战，臣以为此战可期。朕既主意于他，自然是相信他的能力。皇上英明，可笑蓝氏父子竟然在朝堂之上施压于皇上，妄想逼迫皇上妥协。岂不知皇上早已设下了棋局，待到真相大白之时，恐怕西南早已平定。蓝氏父子这些年嚣张跋扈、专权擅势，不过是欺朕年少。这一次，朕要让他们明白，他们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。今日议事到此为止，诸位先下去。臣等告退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王爷，昨夜太后娘娘犯了心疾，太医诊断建议太后迁居静地调养。这不一早上，整个慈宁宫都在张罗。瑞珠，太后醒了，快把温治的药拿进来。太后，您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太医吩咐，若您醒了，得先把这碗药喝下去。喝什么药啊？哀家这把老骨头，碍了人的眼，有些人巴不得哀家早些去。太后娘娘切莫多想，您昏迷那阵，皇上可急坏了，一直守在床前。只是方才急报送到，军情紧急，这才去了前朝。14爷病重，得知您昏迷，非要过来示急，好歹让人劝下了。做这副姿态，都是做给旁人看，一个个的没良心。日珠啊，哀家筹谋一生，不过是为了这2个儿子，可这2个儿子，一个个的不领情。你说，哀家错了吗？太后娘娘慈母之心，怎会有错？奴婢来自草原，我们草原有一句古话：雏鹰若想翱翔9天，必得独撑风雨。太后应该替皇上感到高兴，他撑得起这江山，才是真正长成啊。王爷，你还好吗？我这一觉睡得好累，就像身子骨散架一样。叶姐，答应我，永远都陪在我身边，好吗？我带你去找皇额娘赐婚，我要你做我的父亲，唯一的父亲。然后，我们就远离朝堂，远离是非，做一对潇洒的闲散夫妻，好吗？
王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嫁给你，我不能跟你一样离开皇宫。为何？因为我得陪着智慧，只有她当了皇后，我才能回去。我不是叶锦，我不属于这里，我不属于这个皇宫，我不属于这座城，我甚至不属于这个时代。你又在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话。王爷，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终究还是要回去的。对不起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只要你在这里一天，我就会在你身边护你周全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哪怕你有别的归途。一直以来，你替我受了太多委屈，如今又因为我错过了和14爷在一起的机会，我这辈子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此事与你无关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你只需安心待产，平安的把这一胎生下来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奴婢给惠嫔娘娘请安。我们贵妃娘娘想吃叶锦姑娘做的点心，还请叶锦姑娘一步一堂。奴婢今日身体不适，恕不能前往，还请贵妃娘娘见谅。我们贵妃娘娘身怀龙嗣，这些日子胃口不佳，好不容易有了想吃的东西，还请叶锦姑娘莫要推辞。叶锦确实身体不适，翠微姑娘又何必强人所难？叶锦，我们走。保护惠嫔是你们的职责，但今日之事与惠嫔无关。叶锦不过是一个小小宫女，公然违抗贵妃的旨意，你们难道要为了她而得罪贵妃娘娘吗？你，惠嫔娘娘还是别多管闲事。今日一早，皇上便去了京郊大营，如今宫中无人能为您撑腰，凭您之力，又怎能违抗贵妃娘娘的旨意呢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走！放肆！我看谁敢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拦下来！惠嫔娘娘，奴才奉皇上之命保护您，旁人不在奴才职责之内。今日此局难破，智慧恐怕护不住我，我自己会走，跟你们去便是了。带路吧。叶锦，帮我给14爷传个话。奴婢叩见贵妃娘娘，听闻贵妃娘娘想吃奴婢做的点心，奴婢这就去。点心？你以为本宫叫你来是为了吃东西？从你去帮惠嫔的那一刻起，就该想到会有今日的下场。本宫奈何不得惠嫔，可要你的命，却比杀一条狗还容易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本宫杖毙！谁敢动我？我是慈宁宫的人，若要处置，得禀明太后。太后，本宫曾为了皇后之位处处讨好。可如今本宫看透了，那皇后之位从来轮不到本宫。
既如此，本宫又何必处处顾忌？动手！放开我！娘娘，既然叶瑾说14爷能够救他，我们派人送封信就够了，何必如此忧心？不能告诉14爷。14爷只是个亲王，无权插手后宫之事。说是他贸然出面，反倒落了别人画饼，得告诉皇上。可是皇上如今在京郊大营，且他素来不喜叶瑾，未必肯管这事啊。所以我得想个法子，一个让皇上非得回来，非得见我的法子。放开我！贵妃娘娘，你这么多年独宠却无所出，你就没有想过原因吗？放开！住手！你知道什么？奴婢知道，贵妃娘娘出入宫，皇上最爱您这一身肌肤，夸您肤若凝脂。自此，贵妃娘娘便对养父愈加上心。后来一位太医投您所好，献上一味甜如蜜的白露饮，至此，贵妃娘娘一日不落，对吗？这白露饮是绝育汤。胡说八道！贵妃娘娘的母家子嗣兴旺，您的5个姐姐皆有儿有女，可偏偏您独宠多年，却未所出。可太医却说您一切都好，除了这白露饮，您还想到了什么？娘娘，惠嫔娘娘有急事求见。怎么，她要临盆了？太后和皇上比谁都重视她，身边一群人伺候着。接生嬷嬷和奶娘早就准备好了。如今本宫虽协理6宫，她那里的事，本宫可一样都插不上手。她是为了叶瑾而来的，说是兰贵妃忽然派人将叶瑾抓走了。找本宫救叶瑾？哼，她到底是想救人，还是想他死得快？有意思。你想说什么？要不还是让他先进来叙话吧。要是让人看见他一直站在咱们宫外，还说咱们欺负他呢。进来之后呢？他这大着肚子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本宫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他一个太医，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？贵妃娘娘英明，一下就想到了关键。是太后？不，是皇上。你可真会编笑话。是不是说笑？娘娘心里清楚，皇上忌惮您的父兄，怎会让你诞下皇子？叶瑾，你休要挑拨离间，你说的那些全部都是臆想。贵妃娘娘每日都饮白露饮，若是像你说的那样是绝育汤，娘娘怎会怀孕？这就是我说的第2个秘密，跟那孩子有关。娘娘，你休要听他胡言，一定要把他拖出去杖刑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娘娘服用多年的白露饮，不可能有孕。如今这太像是假孕药的效果，荒谬！娘娘每日辰时必服一药，否则胎象不稳，对吗？此药有毒，
一日不饮，娘娘便生不如死。这下药之人，对娘娘恨之入骨。娘娘，你别听他胡言，是不是胡说？一试便知，停药1日便知真假。这药，本宫早就停了。如他所说，这胎来的古怪，本宫从宫外请了名医来看，他一眼便看出这方子有问题。云溪，你可知本宫今日为何叫你来？我今日天清气朗，适合杀人。来人，拿下他！娘娘，你不要听他的！娘娘不要听他胡说！德妃娘娘，嫔妾有要事要求见德妃娘娘，还望德妃娘娘一见。娘娘，我们先回吧。既然德妃娘娘不愿意帮忙，再另寻他法。惠嫔娘娘，您身体要紧，还是回宫歇息去吧。德妃娘娘，皇上让您协理6宫，后宫之事就该由您做主。如今叶寝性命垂危，您却闭门不出，这是何道理？娘娘，若是德妃娘娘因九月不肯相救而袖手旁观，嫔妾求德妃娘娘，嫔妾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。还有秘密吗？还有，留着去地底下讲吧。本宫今日乏了，不想再听了。啊，动手！德妃娘娘，求您看在嫔妾的面子上，救救叶瑾吧！娘娘，你何必如此啊？娘娘，咱们回去吧，娘娘。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！老贵妃，我是慈宁宫的人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老贵妃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咱们回去吧，娘娘。求德妃娘娘救救叶瑾！德妃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我知道所有人的结局，唯独不知道自己的。也许这样死了，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好疼啊！王爷，再见了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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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我们回去吧，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求娘娘，娘求，娘娘，娘娘，住手！怎么？你想救他？本宫要杀的人，可活着走不出宫门。不要！
叶琴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皇上驾到！14住手！今天谁也别想狼本王！你想杀了本宫为他陪葬？来呀！叶瑾流血不止，你难道要看着他死在你面前？快传太医去慈宁宫，今日之事，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叶瑾，我们走。贵妃身患重症，即日起闭门养病。养病？本宫没有病，病的是你们，是你们所有人！真是个疯子，把他给镇压下去！皇上，不好了，惠嫔娘娘见红了！娘娘，娘娘，千万别紧张啊！娘娘，来，娘娘，用力！娘娘，你别害怕，来，用力，娘娘，用力啊，娘娘，使劲儿！娘娘，千万别泄气啊！娘娘，你别害怕，娘娘，加把劲儿！娘娘，娘娘，用力，用力啊，娘娘！来，再加把劲儿！娘娘，快了，就快了，就快了！用力啊，娘娘！用力呀，娘娘！娘娘，来，使劲儿啊！娘娘，快了，看到头了，看到头了，娘娘！叶瑾，叶瑾，叶瑾，你还好吗？叶瑾，王爷，我要回到我的世界了，你不要太伤心。不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抛下我，留下来陪本王，留下来陪本王。王爷，我来到这儿遇见你，我一点也不后悔，我也不想走，但是我时间不多了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叫沈招娣，25岁，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心上人，你是我第一个男朋友。若有下辈子，我一定会嫁给你。好，白首不相离，好吗？好。皇上，祖宗的规矩，男子不可进产房，更何况您是皇上。惠嫔娘娘积恩自有天下，必会母子平安的。朕原以为德妃能妥善处理公务，没想到她竟如此无能，犯下此等大错，不仅愚昧，更是贪婪。司机拟旨，德妃骄横跋扈，违逆宫规，废除其封号，褫夺其掌管六宫之权。奴才领旨。娘娘，娘娘，快了，快了，用力，用力！别泄力啊，娘娘！再使劲儿，就快了，娘娘！再加把劲儿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皇长子降生，母子平安。启奏皇上，贵将军一战定乾坤，西南战事大捷！大捷，好一个大捷！此乃天赐祥瑞啊！皇长子真是朕的福气。传朕的旨意，贵将军战功卓著，特赐封为镇南大将军，赏白银10000两，赐府邸与田产，以示褒奖。朕的皇长子，此小名为祥瑞。你不许走！叶瑾姑娘，该喝药了。我都快死了，还喝什么药？张太医说了，匕首歪了1寸，看着很严重，其实不是致命伤。
别说下辈子了，这辈子还没过完呢。喝药。这下老底儿全露了。Oh my god！ 皇上，慧儿，慧儿，别强撑，朕来看你了。皇上，好好养着，待你康复，朕定会让你名正言顺，受尽荣宠。皇上恩重如山，臣妾不敢当。皇上恕罪，臣妾并非出身钮祜禄氏，是为湖州知府云天子之女云慧。臣妾父亲一生清正廉洁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却被奸佞陷害，惨遭杀害。臣妾今日要为父亲鸣冤。爱妃有话慢慢说，朕听着。那是10年前的旧事了。为昭明父亲冤屈，揭露兰家罪行，臣妾这些年暗中搜集证据，皆写于这些血书当中。此为兰家罪状18条，条条触目惊心。臣妾愿意性命担保，这一切皆为事实。这些年来，朕蒙蔽于兰氏的谗言之中，竟未曾发现祸害如此深重。若不铲除祸根，天下难安，百姓难得安宁。你这血书来的正是时候。慈禧，传朕旨意，严查兰氏罪行。必须彻查清楚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惠平钮祜禄氏，知慧德才兼备，勤勉柔顺，雍和翠纯，性行温良，甚为朕心。故令其掌管6宫，册立为后。这场宫变，座上人换了面孔，知慧翻手为云，一步登天做了皇后。可我和14呢，在这深宫里，我们的日子还能有多久安稳？王爷，我们成亲吧。你说的可当真？嗯。那我明天便通知内务府准备婚事。不必大动干戈，在我们那个世界，只要登记一下，交换信物，就算成亲了。信物？这块玉佩是我从小戴着的，那我把它送给你。在我们的世界，戒指就是那个信物，但我没有准备男戒，就先把这个送给你。叶锦姑娘，皇后娘娘请您单独过去一趟。好，我去就回。
奴婢叩见皇后娘娘，不知皇后娘娘召见奴婢所谓何事？你我姐妹何必如此客气？你还像从前一样喊我一声惠姐姐。奴婢不敢。你我之间，终究还是生分了。昨夜子时，兰贵妃被打入冷宫。清晨4刻，兰氏一族满门抄斩。你我的仇，如今算是都报了。接下来，你如何打算？奴婢打算跟14爷一起出宫去，从今往后不再过问后宫之事。出宫也好，天高海阔。只是，我多少有些舍不得你。娘娘言重了，娘娘现在是皇后，地位稳固，膝下还有皇长子傍身，纵使没有我，以后在这宫里再无人与你争锋。这杯酒，就当是我为你出宫饯行，也算是谢你，曾陪我走过那么难的路。皇后娘娘的心意，奴婢领了。好酒。回来了。难道一切都是一场梦吗？不对，叶锦前几夜就已经死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有？叶姐，叶姐，叶姐。